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超级未来、超级酷炫，但可能也超级危险的概念——智慧城市跟社会5.0。你一定听过这些词，对吧？可能在新闻上、政府的文宣，甚至是哪个建案的广告里，他们都在描绘一个用科技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世界。不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看似完美的科技乌托邦，会不会其实是一座精心打造的牢笼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个侦探，一层一层地剥开它的糖衣，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官方的说法开始看起，由政府和那些科技巨头所联手推动的这个愿景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他们口中的社会5.0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人类社会的下一个完美阶段马上就要来临了。OK，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时间轴。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。你听听看哦，他们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很漂亮地分成了几个阶段，从最开始的1.0狩猎采集，到2.0的农业社会，然后是3.0的工业革命，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充满网络啊、电脑啊的资讯社会4.0。那下一步呢？重点来了，下一步就是他们口中的社会5.0，一个叫做超智慧社会的未来。在这个愿景里，网络的虚拟空间跟我们的实体物理空间将会完美的融合。所谓的虚实融合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？其实你可以这样想象，未来你可能戴上一副 AR 眼镜，走在路上就能看到即时的路况分析，旁边商店的优惠资讯，甚至是你朋友的虚拟化身就站在你旁边跟你聊天。这就是他们想打造的世界。那具体要怎么做到呢？他们说，这个新时代将会运用各种我们想象得到最顶尖的科技，像是无所不在的 AI， 运算能力强到爆炸的超级电脑，还有前阵子超红的元宇宙。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来解决我们现实社会中所有棘手的问题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 AI 会自动帮你规划一条最不会塞车的通勤路线，你家冰箱在你牛奶快喝完之前就已经自动下单补货了。整个城市的能源系统会自己调节，达到最高的效率，绝对不会浪费1度电。这听起来是超棒的。你根本就变成一个生活白痴，但生活品质却超高，因为所有事情都有 AI 帮你打理好。一个完全不用你操心的完美生活，好像真的指日可待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用来推销这个美好未来的语言。你看，全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词汇，对吧？实现幸福，确保高品质生活，共存共荣，这些词汇听起来都非常的美好，让人充满向往。但说到这里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：当一个政府或一个超大的企业开始跟你大谈一些很抽象的，像是幸福这种概念的时候，他们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？当他们用这些华丽的词藻来包装一个政策的时候，是不是反而刻意忽略了什么更根本、更棘手的问题？好，重点来了哦，这就是整个分析的核心。如果社会5.0是一个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，那它到底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是什么？对吧？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存在，不然它就只是空中楼阁，只是讲好听的而已。好玩的地方来了。当我们实际去看那些提出社会5.0的学者和企业，他们自己写的内部报告时，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段引言是来自东京大学和日立的研究员，他们描绘的日本现实其实是一幅非常灰暗的景象。基础设施老旧崩坏，劳动力不断萎缩，乡下地方越来越萧条，年轻人薪水超低，没有人想生小孩。哇，这段话你把日本2个字换成台湾，是不是完全违和？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超级严重的少子化、高龄化、基础建设老化，还有年轻人普遍低薪的问题。所以，当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数位转型、智慧城市的时候，背后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焦虑。这才是他们眼中真正需要被解决的问题，一个充满危机的现实。那么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这个看似完美的乌托邦愿景，又刻意忽略了什么？在他们那些天花乱坠的报告里，
你很少看到他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。年轻人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孤立问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居族，还有福岛核灾带来的长期深远影响，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变迁。为什么这些问题被跳过了？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，它不在于效率不彰，而在于人性，在于社会结构。心理健康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怀，而不是一个很会聊天的 AI 机器人。社会孤立需要的是真实的社群连结，而不是更多的虚拟互动。这些都不是靠演算法就能优化的。这种思维其实在学术上有个专有名词，就叫做技术解决主义。他相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疑难杂症，只要我们发展出更厉害的科技，就一定能迎刃而解。这种想法最大的盲点，就是他把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了单纯的工程问题。他以为只要写程式，架设一些感应器，就能解决低薪，解决社会疏离。这就像是你以为开发一个更聪明的导航 App 就能解决交通拥塞，却完全忽略了背后更根本的都市规划跟公共运输问题一样。但现实世界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当这种技术解决主义的想法一路走到极致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对于生活在这个超智慧社会里的我们，也就是人，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在他们的文件里面出现了2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词。第一个叫做人类互联网，听起来很酷，但你换个角度想，这不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追踪、被分析的数据节点吗？我们的价值不再是我们本身，而是我们能够产生的数据。另一个更关键也更让人不安，叫做人类置身事外，英文是 human out of the loop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人类从决策的回圈当中彻底的移除。这种思想其实是源自于一种更激进，甚至有点黑暗的哲学，叫做加速主义。简单来说，这派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，任何会阻碍它加速的东西都应该被排除。而在他们眼中，充满了情感、犹豫、各种非理性的人类就是最大的绊脚石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犹豫、我们的道德判断都是 bug 而不是 feature。所以，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转得更快、更有效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人这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直接从决策环节中拿掉。所以，关键的问题就来了。当你的食衣住行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人生选择都不再由你自己决定，而是由一套你看不到也摸不着的演算法来帮你安排时，这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当你每天吃什么、去哪里、跟谁见面，都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 AI 建议或是安排的，那你还是你吗？还是你只是在执行一个被设定好的程式？这就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。你的所有行为，你在网络上点击了什么，你在城市里移动的轨迹，都只是一个数据点。你就好像变成 Google 地图上的一个小蓝点，系统在乎的不是你这个人开不开心、累不累，而是所有小蓝点汇集起来的交通流量数据能不能被拿去卖钱。重点不再是你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而是数据的流动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都变成次要的。最重要的是数据能不能顺畅地流动，并且被拿来变现。你可能会觉得，阿修，你讲得太遥远了啦。但其实这种社会疏离的极端后果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在日本这个大力推动社会 5.0 的国家，估计有高达150万的简居族，他们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，不跟社会有任何接触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警讯。当一个社会极度追求效率，却忽略了人际连结的温度时，是不是就会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从这个令人窒息的系统中登出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作为他们最后的抵抗？这会不会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？好，讲了这么多比较灰暗的部分，难道我们的未来就这么绝望吗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以走？其实是有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一种对于未来城市截然不同的想象。法国有位哲学家叫做斯蒂格勒，他就曾经非常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现在谈的这种智慧城市。他认为这种由数据和演算法控制的城市其实是一种非地方。
什么是非地方？机场或车站就是最好的例子，里面的设施都很先进，效率很高，但你不会对它产生感情，对吧？你只是匆匆经过，它不是你的家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全世界的机场其实都长得差不多，很方便，但你不会对它有任何留恋。一个充满非地方的城市，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转运站，而不是一个温暖的社群。所以呢，斯蒂格就提出了另一个概念，叫做智能城市。我们来看看这张比较图，它完美地呈现了这两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差异。智慧城市，英文叫 Smart City， 它的核心是数据提取和演算法控制，它的目标是追求效率和行为管理，而在他眼中，人是一种可以被最佳化的资源。但是智能城市 Intelligent City， 它的核心是社群和民主参与，它的目标是去创造一个能够培养知识、艺术和思辨能力的环境，而在他眼中，人是能够主动参与贡献的公民。一个把你当资源，一个把你当公民。各位，这真的是天壤之别。所以，这就逼着我们去问一个最根本也最关键的问题：当我们在设计未来的城市时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是为了让数据流动更顺畅，让资本积累更有效率，还是为了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更有尊严、更有归属感？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，而且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从社会 5.0 这个看似完美的乌托邦愿景开始，接着一步步揭开它背后的真相。它其实是为了解决像日本，也包括我们台湾所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，像是人口老化、低薪等等。但是它的方法是一种技术解决主义，试图用科技绕过复杂的人性跟社会问题，甚至要把人类从决策中完全排除。这可能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看似高效却极度疏离、非人化的社会。但最后我们也看到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、强调社群参与的智能城市。我想引用乔布莱德利教授这句发人省身的话：那些乌托邦的倡导者可能只是把头埋进了冰冷的水泥里，而忘记了人是需要呼吸的。或许，当我们过度迷信科技能解决一切时，我们就已经掉进了那个最完美的陷阱。真正的解方，可能从来就不在于更快的网络、更聪明的演算法，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重新回头，去面对那些最根本、最复杂也最人性的问题。今天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